大家好，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阿拉斯加偏偏。上期说了神奇动物在哪里，这期说一说神奇宝宝在哪里。又名佩小姐的奇幻城堡。男主角小白从小就听爷爷讲故事，爷爷说他小时候在一个小岛上的孤儿院生活，孤儿院里收养了很多个神奇宝宝，他们都有各种各样的超能力，大家都以为小白爷爷是个神经病。后来小白的爷爷被杀，眼珠都被挖走，临死前告诉小白让他找到这个孤儿院。小白还在爷爷那里发现了一封孤儿院院长2年前寄给小白爷爷的信。难道这个神奇的孤儿院不是爷爷幻想出来的，而是真实存在的？小白就让爸爸带自己来到了这个小岛，找到了这家孤儿院，结果发现孤儿院早在1943年2战的时候就被一发导弹炸成了废墟，院长和孩子们也都死光光了。消失的旧时光，依旧是伤，在回忆的路上，时间变好慢，老街坊小弄堂是属于那年代白墙黑瓦的淡淡的忧伤。等等，要是人都死了，那封信是从哪冒出来的呢？我操，哪冒出来的熊孩子，吓死宝宝了！原来这几个熊孩子就是爷爷讲过的神奇宝宝。这个神秘的孤儿院真的存在。大家带小白穿过一个山洞，穿越到了1943年导弹落下来的那一天，来到孤儿院里见到了神奇宝宝们，有力大无穷的大力女，喜欢裸奔的隐身男，双手能生火的火女，眼睛能把梦境当电影放出来的投影男，后脑勺长了一张大嘴的大嘴女，一张嘴就吐蜜蜂的蜜蜂男，只要看到他们的脸就会石化，所以浑身爆成木乃伊的双胞胎，能操纵植物的植物女，给玩偶安个心脏就能让玩偶动起来的手办男，还有身体比空气还轻的飘飘女，还这么厉害打不上天呢？原来是穿了一双铅做的鞋子。顺便说一句，飘飘女当年喜欢小白的爷爷，因为小白长得像他爷爷，所以又立马喜欢上了小白，就是这么的有原则。院长佩小姐是一只鸟人，不但能变成一只鸟，还能创造一个时空在同一天无限循环的时光圈。每到晚上9点导弹掉下来的时候，佩小姐发动技能就会自动变回昨天晚上的9点，进入这个时光圈里的人就能永远活在这一天里，永葆青春。但是，一旦离开这个时光圈，就会迅速变回现实世界的年龄。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家这样的孤儿院，很多个鸟人院长，他们都会创造时光圈来保护神奇宝宝们不受外界的伤害。小白心说，你们一个个都身怀绝技，谁敢伤害你们啊？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有超能力的成年人，他们希望利用鸟人院长创造时光圈的超能力来实现长生不老，结果实验出问题，所有人都变成了巨大的隐形妖怪，只能靠吃超能力者的眼珠才能维持人形，但是他们的白色眼球变不回去了，只能靠戴美瞳掩饰。哦，忘了说了，只有超能力者才能进入时光圈，也就是说小白也有超能力，他和他爷爷的超能力就是能看到这种普通人类和其他神奇宝宝们看不到的隐形妖怪，也就是说小白的爷爷其实是被隐形妖怪杀死的。这时候隔壁2016年时光圈的鸟人院长受到隐形妖怪的攻击，逃进了1943年佩小姐的时光圈里。小白在现实世界也发现了眼珠被挖出来的尸体，赶紧去孤儿院警告自己的小伙伴们，谁知道反而把妖怪的老大黑山老妖引了进来。黑山老妖抓走了鸟人佩小姐，手底下的隐形妖怪弄死了鸟人老太太，准备吃掉神奇宝宝们的眼珠。宝宝们虽然心里很坏，但还是互相配合，在小白的带领下逃出了孤儿院。刚好到了晚上9点，黑山老妖来的时候不还是白天吗？这天黑的也太快了吧！我说，刚好到了晚上9点，佩小姐被抓走了，她创造的时光圈也消失了。那个导弹落下来，刚好炸死了隐形妖怪。没有时光圈的保护，那神奇宝宝们可怎么办呢？好在虽然鸟人老太太去世了，但是隔壁2016年时光圈暂时还在。黑山老妖抓佩小姐去了2016年的时光圈，所以神奇宝宝们运用他们的超能力捞起了一条沉船，在小白的带领下也穿越到了2016年的时光圈。终于要打 boss 了，偏偏都快睡着了。大家首先扔雪球让隐形妖怪们显形，然后手办男操纵了沉船里的一群骷髅大军大战隐形妖怪。小白救出了所有关在笼子里的鸟人院长，开始和黑山老妖展开最终决战。老实说，黑山老妖应该是今天最多的电影 boss 了。其实变一把刀直接砍死小白就完事儿了，非要玩个真假美猴王，也变成了小白的样子和神奇宝宝们闹着玩，结果不小心玩砸了。但是被打下海的隐形妖怪爬了上来，发现了真假小白，二话不说拿起了黑山老妖变的假小白就开始挖眼珠子。然后黑山老妖就这么挂掉了。小白用佩小姐留下的弩射死了最后一只隐形妖怪，因为鸟人老太太死了，这个2016年的时光圈很快也会消失，所以神奇宝宝们必须赶回1943年。而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小白的爷爷还没有被隐形妖怪杀死，但是隐形妖怪已经被小白消灭了，所以在这个时空里，小白的爷爷仍然活着。小白回到家见到了自己的爷爷，把自己的冒险经历告诉了他。爷爷说，我知道你也看上了我的前女友飘飘女。说完给小白一张标注世界各地时光圈的地图，还给了他一大把零钱当做路费。看来小白爷爷精神确实有问题啊，2张20块的人民币在中国打个车都不够。然后小白先穿越到2011年加利福尼亚的时光圈，从这个时光圈的影响范围里走出来以后，再穿越到1980年东京的时光圈，以此类推，又穿越到了1942年伦敦的时光圈，在那里当了1年的海军，终于找到了1943年的时光圈，见到了飘飘女。小白和飘飘女还有佩小姐以及所有的神奇宝宝们过上了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来了个拜。